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。昨天晚上那个暴雨降雨量达到了100%，然后呢带大家来看一看，我们这个院子可能会产生再次坍塌的风险。大家看，这里这么大一条裂缝，像那种发生地震之后产生的裂缝一样。今天一大早起来看到这一条裂缝，我们心都凉了，吓死了。看，原本以为之前坍塌的那个地方会产生2次坍塌，真的根本就没有想过这边会继续的塌下去，因为这里的地面它是高于2侧的，这里这个地方它高也不积水，流水也不会往这里流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产生这么大一条裂缝，你看，而且还是在晚上产生的，在下雨的时候产生的。大家看，从这里一直逆着过去，我的天哪，比之前更严重。如果它这里塌下去的话，比这边塌的还要多。所以现在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？关键是我们不知道它这里是如何产生的，它那个水也没有往这里走，因为我们之前把水往那边排了，那边也有一个排水管，这个地方是完全高于2侧的，它都会产生这么大的一条裂缝。难道真的是这个地质的原因吗？大家看这里，我感觉都不敢轻易的踩上去了。这个裂缝有1指宽，你看，这下面不是石头吗？这么宽，1米多的距离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因为看到这条缝隙的时候，已经吓得不知所措了。我们这个院子又要塌下去吗？现在都不敢轻易的站在外面了，因为这里我们也看不到下面的情况，所以我想去看一下下面是否已经塌了一点。走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因为这里确实挺危险的，怎么也想不到这里会塌。你看，可能之前也是这样，它是下雨的时候产生了一条裂缝，然后再连续下雨它就塌下去了。我们这里最近几天都是下暴雨。哦，大家看这个地方，都不知道它是怎么产生这个样子的。一场雨过后，醒来就发现我们的院子裂开了。你看，一直延伸到这边，这个面积是挺大的，开裂到这里。如果这里垮下去的话，就是非常大的一块面积了。但是现在不论用什么方法，可能也挽救不过来了吧，因为它已经开裂了。大家看，这雨的破坏力是多么的大，这里完全就把下面地表的石头都冲出来了。太可怕了，这就是自然灾害。大家看，我们上次把这条水沟清理出来了之后呢，那个水就是往水沟里面排的，排的还挺顺畅的。我都不敢过去了，主要是有一点害怕。顺便带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里的排水情况。这里的排水还是挺好的，也没有把这些泥给冲散，也没有冲到这个崖壁，
所以这个排水管道还是有必要的。就是这边，好吓人呀！这下面全部都是石头啊，感觉怎么也不可能垮吧？就是表面附着的那些泥土，可能是那些泥土疏散了。那如果是真的，我们上面裂的那一个大口子塌下来的话，那这个房子真的就全部塌了。后面的这一堵墙就要全部塌，还是塌了。这里产生了2次倒塌，这些泥都是新的。哇！天哪！这里塌了一点下来，这种泥土都是新塌下来的。昨天塌的应该是这个地方。用塑料袋盖着的地方还是没有丝毫影响的。大家看那里都产生了巨大的裂缝，还有这里，这些全部都是裂开的。然后我们刚刚问了一下师傅，说打桩可不可以？他说现在不管你打桩还是怎么样，都已经于事无补了，因为它已经裂开了，这里已经疏松了。除非它不下雨，一旦它连续在持续下暴雨的话，这个地方是保不住了。都不敢在这个地方继续住下去了，太危险了。像这种还好，我们盖住的地方没有一点开裂的迹象都没有，就是那边土质太疏松了。关键是那个水是怎么到那个地方去的，我们也不清楚。我们想过很多地方再次出现坍塌的问题，都没有想过那个地方会出现裂缝啊，或者是坍塌的问题，太危险了。关键是我们这个地方塌了，就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。他们这个房子会继续的遭受到2次伤害。我们的院子呢，就塌下来，直接缺了一个大角。但是没办法，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补救了。你说是土质疏松，但是那里的树是最多的，那个树根应该很牢固呀，抓得很牢固。那些树比这边还要多，之前这里都没有几棵树的，那里的树是最多的。大家看这里的树，什么树都有，而且那个构树它的根系是最发达的，但是都抓不住它。可见这个暴雨下的太大了，而且我们后屋檐也塌了一块，是那个石头直接掉下来了。这个地方，这是已经塌下来的，但是它没有掉得下来，它被这棵树还有这棵树抵住了，没有完全的塌下来。那个树抵在他们的房子上面了。走吧。这下面是不可能塌的，应该是上面那些泥土覆盖在表层的泥土塌下来了，太危险了。要是在睡梦中听到一声巨响，这里也是之前塌的那些泥，但是我们院子的前半部分就是靠泥土支撑住的。如果它那些泥土全部都已经塌下来了，那这里就是呈一个斜坡的状态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